用接纳、温柔照亮内心的缺口。每颗心都有一道裂缝，那是过去创伤的痕迹。若不被疗愈，它变成疤。疤痕深处藏着渴望，渴望却常被忽略。你学会压抑自己，只为不被看见。自我批判成了日常，神经回路越发固化，恐惧与羞愧反复上演，直到有天你疲惫倒下，在夜里无声哭泣，泪水染湿枕巾。你终于见到缺口，那是自我最柔软处。心理学家荣格提醒，阴影需要光照，否则只会长大蠕动。神经科学揭示，接纳可重塑回路。当你承认痛苦，前额叶与边缘系统开始温柔对话，情绪不再失控，而有了可被看见的形。我曾将所有泪水埋在心底最深处，以为不流泪就坚强，却不知自我枷锁越踩越紧。直至那夜，我决定不再逃避。我对镜自语，我懂你。破碎的心开始缝合。我拿起笔书写伤痛，每行文字都是光。我感谢自己的脆弱，那是指引的灯塔。静坐时，我聆听呼吸，每次吐纳都带来新的平静。我将手负于胸口，低语，我陪你。内在裂缝得以呼吸，在接纳中，痛苦化作泉流，它滋养未愈的角落。在书写与冥想中，我重新认识自己，那些被否定的情感终于得以上岸。每次拥抱自我，都是神经重组，新的突触，将光明编织其中。我把阴影命名为夜灯，因它提醒我觉察。当我与它共处，便有了勇气前行。我在森林漫步，风吹夜舞，如同情绪低语。大地的宁静安抚我浮动的心。那刻我明白，自然也是我的医师。我在日记中写下3句肯定：我值得被爱，我接纳一切感受，爱在我的伤口流动，它们如同种子，在内心生根发芽。我开始对镜微笑，我在这里，是对自我的拥抱。每一天，我都更靠近自己。在人际互动中，我以同理回应他人，不急于给出答案，只以存在陪伴，那是最温柔的支持。在冲突里，我先感受紧张，再以平静回应。每一次停顿，都是爱的插曲。在创作里，我释放情绪，笔触如舞，色彩如歌，画布变成疗愈场。每一笔都是自我对话。当作品完成，裂缝在画里发光，创造力与痛苦共舞。每一次流泪都化作灵感。在音乐里，我放声歌唱，用声音揉碎阴影，那是最自由的释放。我的身体成了情绪的出口。在瑜伽体式里，我拉伸心灵束缚，呼吸与动作让能量重整，身心同步，内外合一。当我以温柔对待自我，自信便应声而生，丰盛如潮水爬上心岸。我学会问自己，你想让我记住什么？每次提问都引领内在智慧浮现。
缺口不再阴暗，反而成了通道，光在缝隙中透出。于是，我已接纳，温柔照亮内心。在黑暗深处，我见到自己的全貌，那些不被理解的部分，终于被我拥抱。从此以后，裂缝成为证明，我曾受伤也曾疗愈。用接纳之光，我照亮自己的道路，让每一步都踏出新的丰盛。不再压抑，让内在小孩带你看见显化奇迹。在日常的忙碌里，你或许习惯压抑那个纯真的自己。你认为成熟的标准就是不再流泪，不再任性。然而，当压抑成为常态，心底最柔软的声音便逐渐消逝。内在小孩带着未被满足的渴望，在潜意识里跳跃。如果你选择聆听，就能种起那股最原始的能量。心理学家荣格提到，内在小孩代表我们最真实的部分。它承载了童年时的欢笑与泪水，也收藏了未被疗愈的创伤。当你对他说“别哭了”，其实是在否定一部分的自己。神经科学研究也证实，压抑情绪会加深冲动回路，让害怕驱动你的行为，并阻碍前额叶的理性决策。唯有接纳，才能重塑大脑的可塑性回路，打开新可能。我曾是一个急于长大的小孩，在家中，我习惯压抑脆弱，只为换取大人的肯定。在学校，我隐藏喜好，只为不被嘲笑。长大后，我的内在小孩成了幽灵，在夜深时悄悄哭泣，却无处倾诉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镜中看见疲惫的自己，那双眼里渴望真实被看见的光芒，让我痛到无法忽视。那晚，我点燃一支蜡烛，在温柔的光影中缓缓坐下。我闭上双眼，想象回到那个5岁的小我。他赤脚在草地上奔跑，笑声纯粹无杂质。我伸出手，对他轻声说：“我陪你，不要怕。”泪水划过脸颊，是疗愈第一次被允许。神经回路在此刻默默重组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内在的安定。翌日清晨，我抓起日记本，以第一人称对内在小孩倾诉：“我知道你想被接受，我也愿意保护你。”文字如溪流，带走凝结的痛苦。当我写下“你值得被爱”时，大脑中的奖赏回路释放多巴胺，那份愉悦如同被久违的拥抱。从那刻起，我开始与内在小孩共舞。每当焦虑袭来，我会停下手边的工作，闭眼深吸3次气，想象他在我胸口跳舞。那轻盈的踩点让我从紧绷中松绑。心理学家爱丽丝提到，身体感受与情绪对话是治愈的重要途径。当你允许身体感到颤抖，你便给予内在小孩发声的机会。我也在每周的午后，打开绘本与颜料，随心所欲的涂鸦。我画下那个手插口袋，眼神坚定的小孩，也画下他跌倒擦破膝盖的瞬间。创作不需要技巧，只需要允许无条件的表达。在颜料渲染的过程里，我感受到被接纳的自由。有一天，我在城中公园偶遇一群追泡泡的孩子，他们奔跑、跳跃，笑声像水晶般清脆。我蹲下身，伸手去抓那颗透明的泡泡。泡泡破裂的瞬间，我笑得像个孩童。那一笑唤醒了尘封的喜悦。当内在小孩被允许玩耍，你便重拾漫无目的的热情，也为显化留下一片空白，等待奇迹的到来。
神经科学家发现，玩乐能激活大脑的奖励系统，并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的分泌。当你与内在小孩同频，创造力与直觉被重新启动，显化不再只是目标设定，而成为日常生活里与内在合拍的舞蹈。在每个清晨，我对镜中的自己微笑3次。早安，小勇士，今天有什么想玩？那句简单的提问，让我对世界多了份好奇，也为愿望注入了纯粹的动力。当你带着好奇前行，宇宙会送上最精确的回应。我在日志中写下每天的小确幸，那可能是一杯温茶的香气，一场即兴的街头舞动，或是一句陌生人的温暖问候。感恩这些细碎的欢喜，能让内在小孩知道，你看见了他的喜悦，并愿意一同分享。在挑战来临时，我不再选择一个人苦撑，而是对内在小孩说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我们以角色扮演的方式，将问题化作冒险任务，用童话故事的语调，把压力说成可爱的怪兽。当我以游戏化的思维回应焦虑时，恐惧的脑波便被快乐脑波取代。当你允许内在小孩带路，显化奇迹便在游戏场里发生。一次我在心中许愿，想要健康的身体。接着我邀请内在小孩一起跳绳、跑步、跳舞。我们在运动中大笑，把每一次汗水都当作进化的魔法。几周后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活力，这是与内在小孩共振后显化出的健康奇迹。在亲密的对话中，我也鼓励朋友与他们的内在小孩相见。当他们学会自我疗愈，关系便从依赖走向平等的共舞，爱情因此更深刻，也更富有创造力。显化的旅程中，内在小孩是最纯粹的向导，它引领你从简单的喜悦开始，再到深度的疗愈与创造。每一次看似任性的需求，都是灵魂的密码，指引你抵达下一个蜕变的岛屿。让我们在日常中打开内在游戏室的门，用温柔的心与那个未曾被理解的小孩牵手，在追泡泡、画涂鸦、奔跑跳跃的节奏里，你将看见显化的奇迹，就在玩乐与爱的流动中悄然降临。从自我怀疑到自信显化，一场内在的温柔革命。自我怀疑如同无形的枷锁，将你困在无底的深渊。你质疑自己的能力，怕别人看穿那份不安。每一次犹豫都是对自我的否定。然而，怀疑也蕴含蜕变的契机。当你愿意正视它，革命便在内在悄然展开。心理学家指出，怀疑源自于对自我价值的不确定。神经科学揭示，反复自我批判会固化负面神经回路，每一次否定都是突触加深的刻印。唯有以温柔取代批判，才能打开大脑的可塑性之门。这不是快速的技巧，而是一场细水长流的革命。我曾在职场投球前，因害怕失败而寸步难行，连最简单的决策都要反复斟酌千百次，心跳与呼吸交错成焦虑的节奏。我深知自我怀疑正在耗尽我的能量。一天深夜，我翻阅日记本，看见数不清的如果我不够好与我做不到，泪水滑落，是我与自己最真实的对话。我在纸上写下，我允许自己不完美。那一刻，仿佛打开一扇小窗，温柔的光线
透进我心底的黑暗。我开始每日疑问：我今天需要对自己说什么？在晨曦中，我轻声回应：你值得被相信。虽然微弱，却是革命的第一声枪响。神经科学家发现，肯定语能增强多巴胺释放，从而强化新的正向回路。接着，我在静坐中练习呼吸。当怀疑浮现，我不再抗拒，而是看着它，如看云动。我深吸3秒，想象信心如光从脚底升起，再慢慢吐出旧有的紧张。那一刻，前额叶重新掌舵，理性与情感重新交织。我感受到胸口微微颤动，那是自信萌芽的律动。每周一次，我举行自信仪式。我对镜，用眼神凝视自己。我信任你，也感谢你的努力。这一句话，如同给缺水的土地浇灌甘露。在仪式结束时，我会在日记中记下3件当日成就，即使只是完成一篇简报，或是踏出舒适圈说句你好。这些小小胜利，在日复一日中堆叠成高墙，隔绝自我怀疑的洪流。有一次，我在公开演讲前，再度感到心慌意乱。我按下录音键，对自己说：我准备好了。声音回响在房间，让我看到自己是有力量的人。在自信萌发后，显化奇迹开始浮现。我许下成功呈现的愿望，却不再紧抓结果。我专注于内容的真诚，让自信成为舞台的灯光。结果，听众的回馈超出期待，这是能量共振的证明。当内在频率与目标对齐，奇迹如呼吸般自然而来。在疗愈的道路上，我也学会与内在小孩对话。他因一次失败而封闭，我则以温柔敲开他的小门。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再试一次。那句话是爱的桥梁，连接怀疑与信任。创造力也在革命中被释放。当我不再惧怕看呆的目光，画笔与文字便能自由驰骋。在每一次自我肯定后，灵感如泉涌，友谊与合作也因自信而蜕变。我勇于提出想法，也坦然接受不同意见。这份坦诚，为关系注入信任的养分，财务丰盛亦随之显化。当我相信自己值得拥有，机会之门也向我敞开。投资、提案、合约，都在自信的光芒中自动对齐。最关键的是，这场革命并非朝夕可成，它需要每天的温柔行动，每一次允许自己脆弱，每一次拥抱自己完美与不完美。在夜深时分，我仍会对自己说：感谢你今天的每一步。在晨曦破晓前，我依然练习肯定，你值得所有美好。当自我怀疑中被取代，你将看见，自信并非外求的奖牌，而是内在深处最真实、最强大的光芒。让我们一起以温柔为武器，发动这场内在革命，在怀疑的废墟上建立自信的灿烂殿堂。那里显化奇迹正在等候，为你诞生。创伤的温柔拥抱是自我实现的起点。在静谧的夜里，创伤如同幽暗的湖泊，波光不见，却深不见底。你或许习惯将痛苦深埋，
只为不让它搅乱白天的日常。然而，那份黑暗从未消失，反而在夜深人静时呼唤你直面。唯有给予创伤温柔的拥抱，才能在阴影中看见跃动的生命。心理学家荣格称，未疗愈的创伤是人格的 shadow， 它承载着被否定的情绪与记忆。若不接纳，便潜伏成为行动的绊脚石。神经科学研究显示，创伤事件会在脑中强化负向突触，形成难以打破的情绪回路。而接纳与拥抱，正是重塑可塑性回路的关键。我曾在童年失去信任，那份突如其来的背叛，让我将心紧紧合上，宛如一朵不再绽放的花。每一次亲密，我都告诉自己不要指望太多。于是，成年后的我，害怕交心，也畏惧承诺。直到某天深夜，我在破碎的照片前落泪。那是我与挚友的合照，笑容却因期许而显得僵硬。我猛然意识到，我一直在逃避，将自己封锁在过去的伤口里。隔天清晨，我点燃一支蜡烛，在温暖的烛光下，我将创伤摊在面前。我握住自己的手，轻声说：“我看到你，并感谢你的存在。”泪水滑落，也是疗愈的第一道裂缝。在深呼吸的节奏里，我感受胸口的颤动，那是被压抑的情绪向外伸展的信号。我让它自由流淌，无需评价，只是静静陪伴。科学家发现，专注于身体感受能启动前额叶，抑制过度活跃的杏仁核。当理性与情感重新协作，你便拥有重新诠释创伤的力量。于是，我开始写下疗愈日志，每一句自我拥抱，都是对创伤的温柔呵护。谢谢你曾为我守护，也对不起让你孤单。这些文字如同细雨，灌溉我干涸的心田。每晚静坐时，我将注意力落在心轮，想象创伤化作一抹深蓝，在光的照耀下慢慢褪色。那光是我的慈悲，也是自我实现的萌芽。在接纳中，我看见自己真正的渴望，是被理解、被看见，亦或是重新信任他人。当答案浮现，我便有了前行的方向。我开始小心翼翼地敞开心扉，与挚友分享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，也勇敢表达对未来的憧憬。他们以同理回应，让我感受到久违的温暖。那是创伤被温柔拥抱后，第一次绽放的信任之花。在疗愈的旅程里，我也走入大自然，森林的低语如母亲的抚慰，山林的呼吸带我回到最初的呼吸。当身体与自然同频，创伤的影响便渐渐淡去。接着，我在创作中将情绪转化为色彩，画笔在画布上舞动，如同自我对话的仪式。当画作完成，破碎的情感被重新编织，成为力量的纹理。在工作与人际中，我从不再压抑需要开始。当我渴望被支持时，我提出需求；当我不确定未来时，我承认不安。这份坦率，让合作更加顺畅，让关系更具深度。神经可塑性让我相信，每一次创伤的拥抱，都是重启自我的开关。当内在获得整合，行动自然流畅，
显化的种子便在心田破土。某日，我在镜中对自己微笑。你已走到这里，创伤未必美好，但它带你更靠近自己。那一刻，自我实现的种子在微笑中悄悄发芽。让我们记住，创伤不是敌人，而是未被拥抱的讯息。当你以温柔的心拥抱它最真实的模样，自我实现的道路便在阴影与光明的缝隙里绽放最灿烂的奇迹。在脆弱里寻找力量，显化属于你的新世界。在夜深人静时，你或许感到不堪，心中仿佛有千万针刺痛。那是脆弱的姿态，真实却易被忽略。当你学会正视这份脆弱，便踏出见证力量的第一步。在那道看似脆弱的裂缝里，恰藏着通往新世界的能量。心理学家荣格称，脆弱是 shadow 的一部分，它承载着被否认的恐惧与渴望。若不接纳，阴影便潜伏操控行为。神经科学研究指出，脆弱时刻，杏仁核与海马回高度活跃，前额叶皮质暂时失去主导。但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新的突触连结更易形成。我曾在重大变动中崩溃，失去熟悉的职位与角色，我如同漂流的小舟，无所依靠。内心的自我怀疑蔓延，我不够好，我承受不起的声音如浪潮涌来。直到有一夜，我在枕畔啜泣，决定不再逃避这股颤抖。我坐起身，伸手摸向心口，泪水划过指尖，是情绪释放的信号。我轻声对自己说，我看见你的恐惧。这一句接纳，是对脆弱的温柔拥抱。心理学家布朗提倡，接纳脆弱需先命名它。当你给它一个名字，力量便开始滋长。翌日清晨，我在日记中写下，我的脆弱是通往自我的钥匙。每一行文字都是自我对话的仪式。我将焦虑与不安具象化，将它们画在纸上，像云彩般漂浮。这样的创作让我看见，脆弱其实拥有柔软的美。我在静坐中练习身体扫描，闭眼，将意识带回脚趾，再滑向膝盖与胸口。当感受到颤抖，我不加评判，只在心中默念，谢谢你，让我重返当下。神经科学表明，这种正念练习能激活副交感神经，将身心带回平衡，为内在的新连结打下基础。在一次森林漫步里，我将手放在古树树干上，感受大地的脉动，风声、鸟鸣、落叶的轻响，仿佛都有生命在对我说话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，脆弱并不孤单，它与万物共鸣。我开始每天对镜子里的自己微笑。勇敢的灵魂，谢谢你坚持到现在。即使声音微弱，却如同在心田埋下一颗希望的种子。随着时间成长，自信如嫩芽破土而出。在自我对话中，我学会置换语言。当我不行浮上心头，我轻声改成我正在学习。这种细微的转化，让神经回路逐渐重塑，负向回路被正向语言取代。我也在每周选择一段时间，投入自由的创作，用画笔、字句或即兴舞动，将情绪转化为艺术。在创作中，我与内在的孩童共舞，让那些被压抑的渴望重获自由。朋友聆听是我疗愈的重要一环。当我勇敢分享脆弱，他们回以同理与支持。
这份连结让我看见，自我并非独立存在，力量在关系中流动。在科学的帮助下，我了解情绪在脑中如何运作。当恐惧与希望并存时，大脑的默想网络与执行控制网络共同活跃，创造力与洞察力也在此刻被激发。我学会在脆弱中停留，等待新洞见浮现。一次，当我面对重启职涯的机会，焦虑再次袭来。我深吸5次，在每次呼气时，想象将不安释放，然后在心中默念：我值得拥抱未来。那一瞬，我的身心重新归位，我以全新的姿态踏入面试室，结果令我惊喜，我获得了超出预期的机会。当我在脆弱中找到力量，世界便开始回应。这便是显化新世界的秘密。在亲密关系里，我不再回避冲突与脆弱。当误解浮现，我先聆听自己心跳的节奏，再以同理去理解对方的痛点。如此，对话成为桥梁，让信任在裂缝中重建。身体的练习也不可或缺。瑜伽与伸展为我带来身心的协调。当身体打开，情绪也随之流动，为显化的愿望提供稳固的根基。财务与事业愿景在这股力量流动中显化。我在心中视觉化一个充满创意与支持的职场。每日深呼吸，引入那画面，行动随之而来。合作与机会如潮水般涌来。每当面对新挑战，我不再逃避脆弱，而是拥抱它，以它的力量推动自己。在这样的循环中，自我实现的道路越发清晰，让每一次脆弱都成为力量的契机。在阴影与光明交织的地方，你将遇见属于自己的新世界。那个世界由你在脆弱里创造，也将因你的显化绽放最耀眼的光芒。勇敢面对内在恐惧，开启丰盛的可能。当黑暗的阴影在心里盘旋，你或许感到窒息。那股无名的恐惧如同寒风，刺透每一寸肌肤。你试图掩盖它，却发现越是逃避，越是被它追击。其实，你的恐惧正携带着最深的愿望，等待被看见。心理学家荣格称这些深处的恐惧为 shadow， 它是你被否定的部分，深植于潜意识。若不正视，便如暗流，暗暗推动你的选择。神经科学研究指出，恐惧使杏仁核暴走，前额叶停摆。当你可以抗拒，焦虑回路更趋稳固，心灵更难喘息。真正的勇气不是压抑恐惧，而是将它摊在光里，如同脆弱的花瓣。我曾在公开演讲前，因恐惧而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。我告诉自己，这是生命的信号，提醒我内在还有未被疗愈的创伤。于是我在镜前低语：谢谢你，恐惧，让我知道我在意。我允许你存在，也愿意与你共舞。泪水滑落，是接纳的桥梁。当我勇敢承认那颤抖，神经可塑性便开始重组，新的安全感回路在脑中成型。我在日记里描述那张颤抖的脸，与恐惧对话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他回应：我害怕失败，也害怕被抛弃。我再次拥抱他，如同抱住深夜的自己。在静坐冥想中，我将注意力回到呼吸，
每一次吸气都迎来希望，每一次吐气都释放紧张。科学证实，正念训练能平衡自律神经，让情绪波动不再席卷心田。当我重复3分钟的恐惧冥想，我看见内在深渊，也看见深渊边缘的光。那光是我的渴望、自由、爱与丰盛。于是，我选择行动。在恐惧最强烈的时候，我踏出那一步。我参加工作坊，上台演讲，让颤抖成为推动力。每一次勇敢都是对恐惧的温柔回应。朋友见证我的蜕变，也开始勇于分享自己的恐惧。我们以同理拥抱彼此，让支持成为力量场。当连结深度提升，丰盛也从人际间流动，创造力因此绽放。我在夜里写下灵感，在画布上挥洒色彩，让内心的恐惧与希望共舞。每一笔都在显化新的可能。在职场上，我不再隐藏不安，而是提出需求。我需要更多支持，同事反而伸出援手，让合作更顺畅。财务的丰盛也在接纳中显化。我不再因恐惧斤斤计较，而是开放心态，在投资与分享中吸引源源不绝的资源。每晚，我在床头对自己说：“你值得安全与丰盛。”这句肯定如甘露滋养心田，神经回路渐渐以自信做基底，让未来不再只是幻想。在面对新挑战时，我先问自己：现在我的恐惧是什么？然后深吸，将答案化作行动的指南。我不再被无名焦虑牵引，而以清明的心，一步步显化渴望。最终，在勇敢面对内在恐惧的过程里，我开启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世界。那世界充满可能与丰盛，因为我的灵魂终于与最真实的自己紧紧相拥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